让都会玩家陪你一同体验人生，满载而归。可一制作主持。大家好，欢迎收听都会玩家，我是主持人可一。其实今天不只可以收听还是可以收看。我们拍摄的场景是在处长官邸的这个美丽的 Greenhouse 花房里面。那今天我们赶快进入我们的话题欢迎马处长，大家好，还有他美丽大方温柔的夫人 Leslie， 大家好。哇，处长真的是可以变成都会玩家的旅游达人，找到10集全部由他包办了。所以处长，我刚刚还在想到我第一次和您见面的画面。2016年，我刚好接任了中央社特派记者的身份，在旧金山，所以那时候去采访这个高尔夫球大赛，裙摆摇摇就碰到了处长，就觉得哇，处长怎么这么亲切啊？不敢这样，哪里。每次看到驻外单位的人员，就会觉得非常亲切。因为我从小我爸爸有外派在夏威夷。所以我是在夏威夷的武馆，然后那时候的算是武官嘛，然后那时候的处长，那时候你看那时候年纪多小，还叫我家柳爷爷，你看，柳鹤图，是的，每次资深的那个外交，好资深哦，那时候他也很和蔼可亲，每次看到驻外单位的人员，就会觉得非常亲切。可是现在我们年龄越来越接近，我想以后可能会看到一个比我还要年轻的处长了，随着我的年龄开始增长，你青春永驻，谢谢。这题外话，我赶快回到我们的正题。其实处长跟夫人在瑞典还有帛琉、旧金山都居住了多年。上次带我们了解了瑞典的人文风俗还有地理环境，真的非常的精彩。听说那里真的非常尊重人权，而且很环保，也爱护动物。那处长可以跟我们聊聊你们在瑞典居住6年的生活还有体验是怎么样的呢？谢谢。其实在我外派的过程当中瑞典是一个对我影响还有启发最大的国家之一，因为当地的人从人民到政府，他们都有非常深刻的，就是对于自由、民主、人权、平等，还有动物保护以及环保这种观念，已经不是一个口号，而是变成了每一个人生活中的一部分了。从小就是这样，从小每一个人就是说，几乎随处你都可以感觉到这种理念的存在。我刚到瑞典的时候，我就常常觉得，瑞典的房子怎么会那么小？它这个每个人的家这个土地面积很大，院子好大，但它盖的房子很小，而且这开车出去也很好玩。它开车出去那个停车位这格子好小，你的技术不好的还不是停得很好。后来我就问当地的，有个好朋友是国会议员，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这样子？他说他给我讲了一句话，我非常的感动。他说我们人不要 abuse 这个自然，要去尊重这个自然。哇，我觉得好感动啊！我觉得怎么会有这种观念？就像我们一般的，我有那么大的院子，我一定要把那个房子盖得好大，那个很豪华，还外推还外推。对，另外就是说，他们对像这个垃圾的分类也是做得非常的彻底，家户非常的彻底。还有就是动物保护，法律是规定你不能一般的这个宠物店你是不能陈列猫狗动物。所以那宠物店是看不到一个个关在那个笼子里面的宠物吗？你如果要买任何这个宠物的话，你必须就是说这个在网络上看好以后，你要到这个它有个 farm， 到这个 farm 里面去跟他买。他那个店里面是不能陈列，而且在一般的这个动物收容所这个 shelter 来讲的话，也不是说你去那边做，你可以像去选妃一样，给你看好多那些猫狗，你选一只，因为据他们说，他说你只能看照片，他给你一个 album 看照片，你要哪一只，你就要拿。那因为他们的讲法是说，因为这个狗跟人一样，有自尊心的。他说，如果说当你一个人去选完以后，选了这一只没选那一只，他说其他狗他的心灵会受伤。哇，他们好会为动物设想，我相信很多人真的没有这样想过，也让我大开眼界。那讲到人权，听说瑞典非常的这个男女平等，这情形是什么样呢？对，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瑞典的你如果到街上走走，你可以常常发现，在那个街上推着这个娃娃车带小孩的，几乎70%是男士爸爸在照顾小孩，而且就是我去这个瑞典人的家庭里面做客的时候，常常发现做家事的不是女主人，是男主人在做家事。例如说有一次。有一个他内阁的一位很重要的部长，是一个非常那个辈分很高的一个部长，请我跟我太太到他家去吃饭，所以到了他家去以后，我原先以为他家有佣人，结果没有佣人。那我想，既然没有佣人的话，那应该是大概是他太太，他的夫人在里面做饭，在烹调，然后我们在外面聊天。
结果恰恰相反，结果是他的夫人在客厅陪我们聊天，就是部长自己在厨房里面忙着面头大汗，然后忙完以后做好以后，然后部长端到餐桌上来 serve 我们，帮每一个人一路上 serve。哇塞，不敢相信吧？处长那时候吓一大跳。对，真的吓了一大跳。我说哇！我太太一直跟我讲，你看看人家是怎么样。我就是想问夫人的反应，夫人那时候看的心理教育最好的机会教育。所以说，而且他们的瑞典的女士也非常的能干。他是很多男人的工作，他们的女士照做，什么木工啊，什么搬那些重的，他们照做。所以那个国家真的是没有什么男女的区别。那另外就是他们对于这个人权和人道也是非常的重视。那个就去年。那个瑞典就是提供于国际援助那些贫穷国家的那些国际援助的这个经费，占它那个 GDP 的1.4是非常非常高的一个比例，在全世界来讲的话，因为联合国一直期望一直拜托，就世界上很多这些先进富有的国家说，希望能不能从你们的 GDP 里面能够弄到0.7%来作为这个帮助其他穷国这些开发的一个经费，但是很多国家还做不到。瑞典它是一个提拨了它 GDP 的1.4左右来作为国际的援助的基金，所以说他们这种观念我觉得是非常感动人。那又对这个自由民主的崇尚嘛，也是它已经不是一个口号，就是一个生活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在那段时间工作对我个人的启发非常的多。非常感谢处长能够分享这么深的体会哦，真的可以从处长待人处事上面可以看得出来，你对每一个人真的都很尊重。那么现在想赶快问问这个处长夫人 Leslie， 处长在家里呢也是这么和蔼可亲的也是，他也有时候还蛮喜欢下厨的，但他最拿手的一道菜就是豆瓣鱼。豆瓣鱼听起来好好吃哦，处长你常常煮吗？以前常做，现在好久没做了。现在没有时间，有时候要有时间的话。对。除了唱歌还会烧菜。他烧菜，我唱歌。哦，原来是这样子。原来我就其实很想问一位，就是看你们两个都是好伉俪情深的，所以你们都是这样子互敬互爱吗？看到两位嘉宾笑得如此开心，你想知道处长和夫人多年的夫妻相处之道吗？当年处长又是如何追得美娇娘和成为外交官的呢？千万不要错过了下期精彩的节目。节目的最后呢，处长将自弹自唱经典抒情老歌送给大家。谢谢大家收看，别忘了加入都会玩家粉丝专页和免费订阅矽谷哈士奇 YouTube 频道，这样就可以收到我们最新的节目。下次再会，谢谢收看，拜拜。All the best, it's your happiness that matters most of all. But if it ever breaks your heart, if the teardrop ever start, I'll be there before the next teardrop falls. Si te quiere de verdad y de tan felicidad, te deseo lo más bueno para los dos. Pero si te hace llorar, a mí me puedes hablar y estaré contigo cuando triste estás. I'll be there anytime you need me, by your side to drive away every teardrop that you cry. And if it ever leaves you blue, just remember I love you. I'll be there before the next teardrop falls.